10月31号，第10届北京香山论坛圆满落幕。作为全球最有代表性的安全论坛之一，今年的论坛无论从规模还是层级都再创新高。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背景下，北京香山论坛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透明的对话平台。为期3天的第10届北京香山论坛于31号下午闭幕。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农荣发表演讲，他表示，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以来，得到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地区组织的支持赞赏，写入中国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交往合作的众多双边、多边文件。中方将继续为推动国际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不懈努力。为期3天的论坛中，共有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800多名代表齐聚北京。如此庞大的规模，体现出本届论坛议题之广泛，谈论之深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农荣在上午的北京香山论坛演讲中就强调了下一步的计划。他表示，将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进一步走深、走实、行稳致远，以扩大国际社会维护共同安全的共识。此外，他还宣布，中国将会适时举办以全球安全倡议为主题的高级别活动。作为全球最有代表性的安全论坛之一，本届论坛时隔4年之后再度线下举行，引发国际社会热烈反响。这个论坛一共有99个国家派出了这个官方代表团，再加上学者是100多个国家了。我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国际社会对安全的渴望。就是我们这个议题有那么多但是不论是谈到哪个议题，你不论是谈到这个议题是关于战争的、关于冲突的、关于风险的等等等等吧，最后落到都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怎么克服这些挑战，最后呢都是怎么维护和平。除了规模和层级再创新高，本届论坛还紧扣国际社会安全关切，围绕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重大议题展开讨论，聚焦和平，深入探究解决方案。深圳卫视记者在现场注意到，这些讨论都有冲突方的代表参加，包括俄乌、巴以双方代表。论坛鼓励相关方增信事宜，求同化异，这样的安排也引起与会嘉宾强烈共鸣。So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m attending Beijing Shanshan Forum. Since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is in a deep crisis, and this crisis is manifested by the ongoing conflicts and crises all over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in Europe or the recent escalation between Israel and Hamas group in the Middle East and others. So definitely we need to reconfigure somehow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北京香山论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表达关切的平台，凸显中国在支持全球南方和为发展中国发声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For me, coming from South America, I explain our overview from South America, from Latin America.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best forums in the world, not just for the number of countries which is included in this forum. The quality of the guests and the participation is very good, very good. 解放军报评论表示，环顾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种新旧问题与复杂矛盾叠加碰撞，交织发酵，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因此，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有平等表达安全诉求的权利，从而寻求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和正能量。有德国嘉宾对中方理念表示赞同。 And it's growing up very fast, and it's absolutely necessary because of it's an excellent forum for dialogue, for exchange, and we could meet countries we have never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with. For instance, Laos, Nepal, Cambodia, and all the other states which are not invited in Europe. 德国柏林技术大学客座教授托马斯·万汀格向深圳卫视记者表示，无论是慕尼黑安全论坛，还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都是由西方主导。与此不同的是，北京香山论坛邀请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参与，也让西方世界听到不一样的观点。And China is always welcome to bring their envoys, to bring their advice, to bring their help to solve problems in our neighborhood, for instance, and
If you see to the peace process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ran, it was a success of th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is forum is very helpful to discuss Indo-Pacific and Asia-Pacific affairs, which is concentrated on that. And in this forum, we can understand the voice of China. 同样来自德国的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艾佩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意义重大。I think this is a sign of China growing into a global role. I think this is why we should expect China to play a bigger role in global security going forward. 自2006年创办以来，北京香山论坛取得长足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外交平台，显示的是全球力量格局的动态变化。全世界都在注视这个论坛的进程和影响，在未来将如何塑造地缘政治格局。因为现在呢，国际社会这个阵营化比较厉害，这个阵营化呢，尤其是美国和西方吧，它就是联盟体系形成一个圈子。就是他们交流意见的时候呢，更多是在他们各自这个圈子里边来交流。在这个圈子里面交流的时候呢，经常还是理直气壮。他的问题在于呢，没有听别的国家的声音。就是说，安全啊，我们经常说共同安全，就是我有安全，你也有安全，你的安全这个权益要维护，我的安全权益也要维护。第二次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31号在发言中警告，未来10年亚洲发生冲突将是世界面临的最大风险。所以，尽管存在诸多分歧和困难，各国在国防和安全领域仍然要保持接触，减少误判。Since we last convened at the Xiangshan Forum in 2019, our world has become a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one. Whether Asia can rise and prosper, as it has done in the past 2 decades, depends on our ability to secure the peace in this region despite growing geopolitical instability. 30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北京香山论坛举办期间，与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邦办中国事务主任卡莱斯进行了简短寒暄。这几分钟的交流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并对中美军方以北京香山论坛为契机，迈出接触和交流的步伐充满期待。同时，在这场规模和层级再创新高的论坛上，中方密集开展了军事外交活动。30号，在北京香山论坛第5平行分组会上，吴谦在参加海上军事危机预防与管控主题会议休会间隙，同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邦办中国事务主任卡莱斯进行了几分钟的交流。双方回顾了此前中美军事交流的一些细节。据悉，卡莱斯的中文不错。外界注意到，两人在交流过程当中全程保持微笑，气氛缓和友好，在谈到细节时还通过手势加强沟通。据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消息，吴谦随后告诉媒体，北京香山论坛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大家能够相互接触、相互交流。当然，沟通不仅仅是为了沟通而沟通，沟通要有实质的内容，美方应采取实际行动，为两军沟通交流营造有利氛围。分析认为，尽管卡莱斯的职务并不算高，但却主要负责同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双边军事交流事务，与中方负责对美军事交流的人员有过不少接触。所以，吴谦与之对话可以说专业对口，还有助于增加交流效率。从另一角度来看，尽管美国军方迫切想同中方进行军事交流，但并未放弃竞争战略，双方更高级别的对话仍然缺乏战略互信，条件并不成熟。公开报道显示，在论坛现场，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中将也与卡莱斯进行了简短交谈。值得一提的是，何雷还送了卡莱斯解放军臂章作为礼物。在接受臂章赠送后，卡莱斯表示，他知道盾牌形状的中国军队臂章表示防御。据悉，何雷还另外再送了一枚臂章，请卡莱斯转交给美国防长奥斯汀，希望下一次奥斯汀能够与卡莱斯一起来中国参加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中美在北京香山论坛的交流也受到外媒高度关注。China and the U.S. have stepped up engagements in recent times in an attempt to manage their differences. The U.S. sending a delegation to the Security Forum, although not at the defense minister level. U.S. officials previously said they hope this would help kickstart some military engagements following a chill in dialogue. General Zhang saying that China is willing to work with all other militaries.
微信公众号正知道发文表示，美方代表团参加了开闭幕式、全体会议、分组会议、研讨会等多项活动。6月30号晚上，卡莱斯出现在了一场主题为中美危机管控的小型研讨会上。这场研讨会闭门举行，不对媒体开放。卡莱斯并没有发言。会后，他和与会代表进行了简单交流。论坛官方发布的名单显示，研讨会的发言嘉宾有20位，来自美方的嘉宾由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东亚项目首席主任迈克尔·史文，以及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副总裁冯德威。迈克尔·史文是中国国防与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东亚国际关系问题专家，他在10月29号出席了论坛举办的中外名家对话。冯德威也是一位军事专家，他在10月29号出席了论坛举行以《孙子兵法与当前国际安全挑战》为主题的研讨会，并发言。我们确实希望就是美西方呢更多的参与北京香山论坛，高级别的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这样的话呢是整个国际社会呢都能坐下来共同探讨这些安全问题，而经过探讨呢是有助于这些问题的最后的解决。值得注意的是，路透社在报道中引用了参会的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邦办施灿德的话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倾听，美国的参与本身就十分重要。中美要管控分歧，那么很大程度上要有效的在两军层面要进行这种全面的、深入的交流对话。那么中美两军的关系它如何来发展？我想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么当下中美关系的一个最大的主题，也就是回到巴厘岛，面向旧金山。那么如果中美元首在旧金山 APEC 会议期间再度进行双边会晤，那么就两国关系来进行靶向定夺。那么他们靶向定夺的领域一定也包括中美两军的这个交流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与设计。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恐怕中美两军关系它的这样的这种交流互动的局面是可以看高一线的。同时呢，也要强调，那么一段时间以来，甚至是包括在这一次香山论坛会议的前后吧，那么美方实际上它的这个军事动作也还是在持续进行的。那么对此，我想中方也会有这种全方位的应对的这样的一种方案。北京香山论坛也是中国重要的主场军事外交活动。10月30号，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北京八一大楼同访华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会谈。张又侠说，发展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的中俄关系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战略抉择。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历史性访问，同普京总统共同擘画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蓝图。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始终保持高水平，两军关系发展势头强劲，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与俄方共同努力，积极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和挑战，携手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绍伊古说，稳定的俄中关系对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俄方愿与中方持续深化务实交流合作，不断巩固提升两国两军关系水平。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28号与来华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越南防长潘文江举行会谈。外界注意到，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是会谈的关键内容之一。去年11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对外发布，其中提到，防务合作是两国关系的支柱之一。在此次会谈中，何卫东表示，希望中越两军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为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力量。潘文江说，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将继续把发展对华关系放在头等优先位置，推动越中两国两军关系再上新台阶。实际上，它为我们这个区内甚至是更广泛的全世界的这些个在安全领域的决策者，他们提供了一个面对面商讨、面对面对话沟通，从而来有效的
来管控分歧的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而且呢，和其他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这种多边安全论坛相比呢，那么可以说中方的这个主办的香山论坛啊，它在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在倡导南合作的国家中，应该说更具代表性。中方倡导的这种安全观，如果能够真正的深入的在全世界有效的推进下去的话，那么可以说全世界这种规避冲突的这种力量就会更加得到这种壮大，会形成这种机制性的这种合力。可以说中方通过这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再次为全世界提供了有益的公共产品。接下来连线深圳卫视驻京记者田心。田心你好，你全程参与了北京香山论坛的报道，今年论坛有何不同之处？那你在现场观察到哪些细节印象最深呢？好的，主持人，聚焦安全与防务，第10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落下帷幕。我来到现场，想了解北京香山论坛到底给动荡的世界带来了哪些确定性。现如今，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2场大规模战事仍在持续，动荡不安的局势让这场论坛显得格外珍贵。我在现场发现，与往年不同，这次参会的代表数量和层级都创了历史新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参与度大幅提高，有超过9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其中不少是诸如巴西、伊朗、柬埔寨等全球南方国家代表。世界秩序正在经历着重大变化，全球南方力量不断兴起，而北京香山论坛就是要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参与对话，发出声音。在采访吴谦大校的过程中，他就说，用咱中国人的话来讲，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满园。在采访来到论坛的专家学者，大家都表示，冲突之中，各国都面临缺少对话的困境，但是中国却在冲突的世界坚持提供对话的平台。这场论坛，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都派了代表参会，能把冲突漩涡中这些国家聚集在一起，实属不易。在交流过程中，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研究员贾瓦利亚塔林就对我表示，即使巴以冲突仍在继续，我可以和以色列智囊团的人坐在一起，这无疑是一个在正确的时间举行的正确论坛。这场论坛美方也派出代表参会。虽然中美在国际安全局势上存在着很多理解的不同，但是我们一样欢迎美国代表来北京参会，无论级别高低、人员多少，都是论坛的客人。我注意到，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还向卡莱斯赠送了自己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臂章，并向卡莱斯表示，希望明年北京香山论坛他能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一起来参加。好的，也谢谢田心从现场发回的报道。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备受关注，成为舆论焦点。那您有哪些特别观察呢？从规模和层级已经看到了香山论坛的影响力了。当然呢，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安全论坛，它的影响力不仅来自与会的人数和层级，更来自于这一平台能否进行多元有效的讨论和交流，为各方搭建交流的平台，从而在交流互动、观点交锋、思想碰撞的过程中形成某些新的观点和共识。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共同安全、持久和平。我想这一主题切中了当下世界秩序变迁的痛点。过去1-2年的时间来，世界和平与稳定受到一连串的冲击，俄乌冲突、哈以冲突以及已经存在的和可能新出现的地区热点，冲击着人们对于全球安全秩序的心理防线。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不仅表达了对世界和平、全球安全的愿望，也在通过香山论坛这样的平台去传播这一理念，切实去推动热点降温。事实也表明，中国在一系列热点问题上采取的审慎的立场是有利于局势降温的，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包括当事方的支持和理解。当我们谈及全球安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无论从人口还是空间，发展中国家都是大多数，没有大多数人和国家的安全，全球安全的基础就不够牢固。此外，香山论坛没有回避敏感和热点问题。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与会代表同时出现在
论坛上。从历史上来看，冲突最终还是要通过谈判来解决。香山论坛其实也为相关方提供了对话的机会和可能。香山论坛上，中美关系、亚太秩序等话题也是热门话题。全球安全架构的基础在于大国平衡和均衡，中美关系还是要稳下来、好起来。中美关系既是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关系，也是亚太区域的大国关系。中美双方如何界定在亚太地区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亚太地区的安全和发展秩序有赖于各方共同的参与。亚太国家维护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是共识，不选边也是绝大多数国家的选择。因此，中美两国需要与亚太国家携手维护亚太的安全与发展秩序，为震荡的全球体系注入亚太安全与稳定的能量。这次论坛也成为双边军事外交的大舞台，中国军方与外军代表密集会晤，美方代表此次参会也备受关注。那您对此又怎么看呢？此次香山论坛，中央军委领导出席，并且与来自各国的军事领导人进行会谈，的确是密集的军事外交活动，尤其是加强了与中国周边国家的沟通和交流，为构建亲诚惠容的周边注入了活力和动力。中国将全球安全倡议落实到周边外交之中，稳定的周边环境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稳定的安全形势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基础。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一行前来参加论坛，在此期间呢，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与卡莱斯进行了简短寒暄。吴谦表示说，北京香山论坛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大家能够相互接触、相互交流。我们也关注到呢，香山论坛的召开与中美外交高层的互动几乎是同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邀访美，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了2轮沟通，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进行了战略对话，还与总统拜登会面了。王毅访美的主题是重回巴厘岛，通往旧金山。在此之前的评论中呢，我也多次提到，巴厘岛首脑会晤共识是中美两国重建战略外交关系的起点。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各领域的常规沟通。在美访问期间，王毅强调中美应该恢复对话，还要深入全面对话。而布林肯则表示同意王毅的观点。我们不难看出，全面深入对话是未来中美关系的新常态，而军事领域的沟通与交流当然也在其中了。30号，再有一艘菲律宾海军舰艇非法闯入中国黄岩岛临近海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采取维权行动予以拦阻管制。这是本月以来菲方第2次采用军方舰艇对我黄岩岛实施非法侵闯，再加上近几个月来菲方频繁对我南沙群岛仁爱礁进行滋扰，甚至对中国海警巡逻船进行碰瓷，一系列挑衅行为显然是有域外大国在背后怂恿撑腰所致，对南海的和平稳定大局造成不利影响。据南部战区微信公众号消息，南部战区新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30号发表谈话指出，菲39号护卫舰当天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黄岩岛临近海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跟踪监视、喊话警告、拦阻管制，菲方行为严重侵犯中方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切实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这是本月以来菲方第2次对我黄岩岛实施非法侵闯行动。本月10号，菲律宾海军一艘炮艇当日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临近海域。中国海警船在多次喊话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航路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在这之前，菲律宾9月底还在黄岩岛附近自导自演了一出所谓拆除中方阻拦网剧的闹剧。更值得警惕的是，与10号侵闯黄岩岛的数百吨排水量的炮艇相比，此次非法闯入黄岩岛临近海域的菲律宾海军舰艇是一艘排水量过千吨的护卫舰。我觉得目前这个局势呢，应当是显示了一定的危险性。菲律宾一定要明白，如果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他们执迷不悟的走下去的话呢，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更耐人寻味的是，深圳卫视记者查阅资料发现，菲律宾海军舷号39的护卫舰名为孔拉多雅普号。1950年8月，菲律宾参加联合国军，孔拉多雅普作为非陆军第10装甲联队坦克连连长，与其他1300多名菲律宾官兵一起乘坐美国海军登陆舰抵达韩国釜山港，被配属给美军第25步兵师。在1951年4月爆发的第5次战役辅罗洞战斗中，孔拉多雅普率队断后任务失败，他指挥的坦克连基本被我志愿军全歼，包括其本人。而菲律宾孔拉多雅普号实际上是韩国海军的2手军舰，原名中州号，属于浦项级，满载排水量约1300吨。1987年5月服役，2016年底退役，4年与菲律宾达成协议，赠送给菲律宾。2019年8月，韩国正式向菲律宾海军交付该舰时，曾经维修了声呐和火炮系统，但拆除了此前舰上配备的飞鱼反舰导弹系统，使之成为一艘具备有限反潜作战能力的纯炮舰。观察指出，面对菲方孔拉多雅普号到黄岩岛临近海域挑衅，中方一方面持续保持克制，严格依法维权，采取跟踪监视、喊话警告、拦阻管制的手段加以应对；另一方面也通过军方实施维权行动，显示对等原则，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我个人觉得吧，就是说呢，中方显示出的这种坚定的意志呢，应当呢要使菲律宾当局呢能够警醒过来。就在南海的问题上呢，如果他们要放弃原有的求和平、保稳定的这个固有的立场，不和中方相向而行的话呢，这个局势呢只会越来越危险。相信呢，中方会采取非常坚定的措施，坚定地捍卫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的海洋权益。近几个月来，菲律宾频频在南海挑事，除了黄岩岛，也包括仁爱礁。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吴世存在出席第10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接受采访时，菲律宾自2012年以来一直没有放弃所谓重返黄岩岛，他为此所做的种种挑衅行动也是一种舆论战的铺垫。而对于仁爱礁，菲律宾今年以来持续企图将建材运送上坐滩的马德雷山号登陆舰，就是希望通过加固以达到永久侵占的目的，但这也被中方的执法力量一次次挫败。吴世存还透露，他日前赴美参与智库交流时，从美国学者那里获知，菲律宾有可能会在南海里勒滩进行单边油气开采。若相关行动最终发生，置中方倡议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于不顾的话，将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的规定，更是对当前正在进行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造成负面影响。吴世存认为，菲律宾之所以敢在南海跳到前台不断挑衅，背后就有美国的怂恿和偏袒支持。尤其是美国总统拜登10月25号在此前2天菲律宾船只碰瓷中方执法船和渔船后，竟然无理警告称，如果中国在南海攻击菲律宾船只，美国将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这就使得菲律宾愿意铤而走险，因为背后美国人给我提供安全保护和支持，我干什么背后有美国做靠山，所以前台是菲律宾，背后是美国因素，所以这就导致目前南海我说可能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军事科学院裘浩在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中国周边海上安全风险主要来自域外大国的介入，采取过火的刺激性行为，包括挑唆第三方国家可刻意制造矛盾，挑衅中方主权海域的力度和频度。对中方来说，除了要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不断呼吁这些域外国家摒弃冷战思维，避免在本地区制造矛盾和故意挑衅行为，同时积极与相关国家加强沟通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一贯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海上矛盾和争端，这个我们也为此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比方说推动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这个谈判，我们这个积极的参与这个各项海上安全合作。
中方也多次向美方当面表明立场。当地时间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时，就阐述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严正立场。菲律宾亚洲世纪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安娜·马林多格日前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专访时表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支持菲律宾去对抗中国，这是对菲律宾公众的欺骗，一场骗局。10多年来，美国支持菲律宾在南海的行动，放大媒体叙事，影响公众舆论，甚至直接干预。这些所谓的支持对菲律宾来说是有风险的。他建议尽快推动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是预防不必要冲突的重中之重。菲律宾应该意识并支持这一点。26号，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北京举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21次高官会，会上各方宣布正式启动南海行为准则案文3读，同意落实好中国东盟外长会通过的加快达成准则指针，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将南海建设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深圳卫视注意到，2018年8月，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形成，并于次年提前完成第1轮审读，启动第2轮审读。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准则2读直到今年7月才完成。时隔3个月，准则启动案文3读，显示各方均有意愿加速相关进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赵干成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尽管南海行为准则的审读和落实仍需要各方齐心努力，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准则的最终达成和落实将有助于最大程度减少域外国家插手南海问题，挑唆本地区国家关系乃至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机会。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冰。陈先生您好。解放军南部战区最新通告，就菲律宾护卫舰非法闯入黄岩岛予以拦阻管制，警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那您怎么看南海事态呢？主持人好，菲律宾海军出动护卫舰非法闯入黄岩岛临近海域，是侵犯中国主权、挑衅南海和平的升级行为，迫使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进行攻坚、喊话、阻拦管制。5月22日呢，菲律宾就出动4艘船只，包括海警船，在中国所属仁爱礁海域制造碰瓷事件，故意制造冲突，以引起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菲律宾呢，以往的几次侵权挑衅都局限在民用船只和海警，但昨天呢，菲律宾出动的是海军39号护卫舰，这是军事挑衅，使得中菲南海事态进一步的升级。那么除了事态升级，菲律宾呢增加了对中国侵权挑衅的次数，仅仅10月份1个月呀就有4次，集中于黄岩岛、仁爱礁海域。10月10日呢，菲律宾也是出动了一艘海军炮艇，执意侵闯中国这个黄岩岛临近海域。菲律宾呢之所以扩大事端、提高冲突的层级，有3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背后怂恿支持，试图在南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每次菲律宾发起挑衅行径，美国呢总要搬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给菲律宾壮胆。菲律宾船只呢在仁爱礁碰瓷中国海警船以后，先是美国驻菲大使表态支持，接着呢是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支持菲律宾，指责中国，宣称呢要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然后呢是美国总统拜登出面宣称美菲关系坚若磐石。美国呢用最廉价的口水战来维护美菲联盟，这菲律宾呢竟然也上钩了，一次比一次鲁莽。二是菲律宾呢也在测试美国对菲究竟怎么样。菲律宾呢向美国开放了9个军事基地中呢2个就在巴拉望岛，就是在盯着中国的南沙群岛。所以菲律宾便在南沙群岛的仁爱礁、黄岩岛海域挑衅造势，看美军怎么反应。菲律宾呢每一次挑衅，美国都说，但没做什么，似乎呢也令菲律宾气恼，便用呢更离谱的方式、更超出常规的行动来扩大事端。像不假消息啊、恶意碰瓷这类事，以往是没有的，现在呢出现了。3是即便美国对菲律宾没有多少军事帮助，也要支持菲律宾不断的冲撞中国，试图挑起中菲间的军事冲突，以此呢来遏制中国，挑拨离间中国与南海国家和东盟国家的关系。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东盟国家中除菲律宾选边站以外，站到美国一方，其余的国家呢都没有在中美间选边站。
一旦中非发生较激烈的军事冲突，那么美国呢就借此说呀，中国在搞军事扩张，有可能迫使其他东盟国家在中美间选边站。这南海动荡起来，美国呢就成了得利的渔翁，对中国和东盟国家呢都是灾难。所以啊，这个中国的海警和解放军呢都很克制，每次呀都是攻坚拦阻，避免事态的升级。中国反对区域外势力干预南海事务，同样呢也不会落入区域外国家布设的南海陷阱。有学者认为，处理中非南海冲突，中国需要智慧，不要把争端升级为冲突。那您觉得这是示弱的表现吗？我们需要怎样的高招来应对南海问题呢？这不是示弱的表现，恰恰体现了中国的智慧，体现了中国的大局意识。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历程，不能不说呀，现在的管制能力比以前呢强多了。渔船可以走到最南端，解放军舰队可以在南海各个海域航行，岛礁设施建设呢延伸了战略管控手臂，而南海的和平呢就更有保障。1974年西沙海战以后，中国呀就没有与南海国家发生军事冲突。为什么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能力今非昔比？就是中国呢在用大智慧来处理南海争端，努力啊把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用近期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智慧。中国呢为什么不去拖走仁爱礁坐滩的破军舰，而要求菲律宾自己拖走呢？一是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二是那艘破军舰的末日将至，它可能呢很快会锈蚀解体。正因为呢中国有很强的战略定力，中国与东盟的经贸联系呢是越来越密切。2003年以来呢，这个中国呀一直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而到了2020年，东盟超过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种紧密的经贸联系，使得东盟绝大多数国家在中美激烈竞争中呢没有选边站，等于说呀是拦截了美国制约中国的所谓印太战略。就是菲律宾吧，当年中菲花园岛对峙1个多月，最终呢是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对峙的。此后呀，中国对花园岛的控制力量呢实际上是增加了，中菲经济联系呢也加深了。等到阿基诺3世下台，杜特尔特上台以后，中菲关系又好了，放下南海争端，致力于经贸合作。近年来啊，中国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3大出口市场。就说现任总统马克思，他有投机心理，想在中美之间呢两面下注，两头渔利，但或许呢会渐渐地认识到，美国呀不过把菲律宾当成了遏制中国的棋子。要是从长计议，中国呢应当是力争减少与南海国家的争端和冲突，尽快的推动达成南海行为准则，这才是重中之重。倘若中国与菲律宾开战，打赢菲律宾呢真的是小菜一碟，但由此引发的东盟国家分裂，美国会趁机更深入的介入到南海事务中，拉起对抗中国的军事阵营，这对中国来说呢就不划算了。中国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官网10月27号正式公布内设机构和主要职责，显示编制扩大，将原有的9司变成10局，职责也从原有的6项增至11项。分析认为，这次改革体现了中央对香港和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制权，并通过架构重组将问责规范化。深圳卫视注意到，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官网在27号已经更新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2个机构的官网。观察指出，机构改革思路与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一致，凸显了中央对香港、澳门的重视。官网信息显示，中央港澳办共有10个内设机构和2个直属单位。中央港澳办作为目前中国最高级别的港澳事务主管机关，与此前的国务院港澳办相比，无论是职责还是组织架构方面都进行了大量改革。架构方面，此前国务院港澳办辖下共分9个司，具体来说有8项主要职责，而目前中央港澳办的职责增加至11项，其中5项是之前没有提及的，包括完善中央对特首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的措施建议，协调有关部门拟定支持港澳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福祉等政策建议，组织落实特区维护国安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工作。因為佢唔同嘅局咧，佢職責分明，
佢今後就知道佢應該係要做啲咩事情，跟進啲咩問題，點樣同特區政府有一個嘅相互配合啊，或者協調啊，有啲嘅工作。咁呢個係充分體現係咩呢？就係中央對港澳嘅關心同埋重視，即係希望更好地能夠按照基本法落實中央對港嘅全面管治權，有邊啲嘢呢係可以協助特區政府去嚟處理、去跟進觀察指出，在全國都在開展一系列精簡機構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央不但沒有精簡港澳事務的人手，反而擴充部門編制和人員，職責也有所擴充，顯示中央確保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實踐的決心，並通過機構改革，將對港澳事務的管理在規範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方面推上新高度。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田飛龍向深圳衛視表示，相關改革意味着國家推動香港一國兩制高質量、高水平的發展有了重要保障。從2019年修例風波以來呢，中央因應這個香港的這個由亂到治以及由治及興的實際需要呢，那麼引入了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改革，那麼重新調整跟增強那麼香港的國際地位、優勢以及競爭力的體系，那這種種方面呢，其實都需要中央然後增強對那麼這個香港特區高度自治的這樣一個監督指導和問責，也需要中央有更強的這個政策的研判、設計、制定、推行能力，那麼去推動一國兩制的這個高質量、高水平的發展，那麼將一國兩制的這個新階段、新篇章書寫的這個更好，我覺得中央港澳辦承擔的是這樣一些關鍵性的角色。2019年，香港黑暴分子勾結外部勢力，不斷製造事端，破壞香港繁榮穩定。次年2月，中央審時度勢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替代原來設立的中央港澳協調小組職責，設立領導小組辦公室，與國務院港澳辦合併設置，由副國級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擔任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並兼港澳辦主任。也是在那一次的改革中，增設了宣傳司和安全事務司，相關改革措施在香港由亂轉治、由治及興的進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今年3月，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公布，方案第5條指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承擔在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依法治港治澳、維護國家安全、保障民生福祉、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方面的調查研究、統籌協調、督促落實職責，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基礎上組建，作為黨中央辦事機構。保留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牌子，不再保留單設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今年7月11號，中央港澳辦召開首次會議，夏寶龍作為中央港澳辦主任首次亮相並主持會議。在中央港澳辦將這個港澳工作體制那麼集中統一領導之後呢，那麼中央那麼通過這個法律以及政策的這個方式，對特區的這個高度自治權的運轉，對這個香港社會的這個良政善治以及深層次矛盾的解決呢，肯定會有更強的這個制度性的作用，以及這個實際的這個問責規範化的運作，那麼提供了更好的來自國家權力跟國家法律的保障，同時也監督推動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呢，這個更好的服務香港社會、服務民眾、服務國家戰略大局。港澳辦直屬中央，反映中央對香港及澳門2個特別行政區的支持力度增強，也是中央落實對香港、澳門全面管治權的制度性安排，有助增加政策效率。香港大公報指出，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旨在強化中央對港澳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黨在港澳工作中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保證港澳工作始終沿着正確政治方向前進，是新時代落實中央對香港、澳門2個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最為核心的思想與實踐。而家我哋呢從亂變治，咁大家都清楚睇到啦，個社會係穩定咗，咁
咁我哋而家咧就由治及興啦。咁興嘅過程裏邊呢，中央亦都要求我哋咧重點就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呢，咁我哋就好多工作要做嘅。嚇，咁所以即係希望今後呢，就算中央港澳辦呢，有啲嘢呢，可能都需要佢哋協助我哋嘅。目前，国家在香港设置了4个机构，分别是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